你知道吗？世界第一大 FPGA 公司赛灵思，它的龙头芯片却不是 FPGA。2018年呢，赛灵思发布了一种名叫 ACAP 的芯片啊，随即受到了全球科技界的密切关注。很多人说 ACAP 开启了这个 FPGA 芯片发展的新阶段，也将会带来大量的人工智能时代的新机会。AMD 刚刚花490亿美元收购了赛灵思啊，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看中了这个芯片在数据中心的这个大蓝海里的广阔前景。那么这个名叫自适应计算加速平台的芯片啊，到底有哪些独门绝技？它能不能撑得起新一代人工智能芯片的这面大旗啊，并且引领下一轮的这个人工智能硬件的这个变革？那么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一探究竟。赛灵思在初次提出 ACAP 这个概念的时候啊，就在反复强调 ACAP 并不是 FPGA。那么相比于 FPGA，ACAP 这个芯片到底有哪些特别重大的创新之处呢？我总结了3点啊，分别是基于各种引擎的这种芯片架构、专用的 AI 加速单元，还有首次在 FPGA 或者是 ACAP 中出现的片上网络。那么在 ACAP 中啊，对于各种硬件组成部分的命名方式啊，有一些特色。比如说，从这个整体来看 ，ACAP 芯片啊是由很多个引擎组成的。比如说 FPGA 中的这个处理器系统，在 ACAP 中被称为标量引擎。那么可编程逻辑呢，则是变成了这个自适应引擎，再加上由 AI 引擎和 DSP 引擎组成的这个智能引擎啊，就构成了 ACAP 的3大引擎。这样的命名方式充分体现了 ACAP 的异构化的这个特点。那么对于一个目标的应用啊，这3种引擎会各自负责擅长的运算类型，从而实现最佳的处理效果。那么在这3大引擎中所包含的这个各种的硬件资源当中啊，其他我们或多或少的都在赛灵思 FPGA 产品中看到过。那么唯独这个智能引擎中的 AI 引擎啊，是 ACAP 中特有的一个概念啊，咱们就从它开始说起。那么对于机器学习、5G 通信这样这个计算密集，但是又对时延特别敏感的应用来说，通用的 CPU 的性能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们会设计专用的芯片去加速这些应用，这些我们也叫做硬件加速器或者是领域专用架构。那么假设我们手头有一个深度学习加速器的这个 IP 啊，那么对于 FPGA 来说，我们会用到片上的可编程逻辑资源和 DSP 资源这些来物理上实现这个 IP。但是呢，对于 Versal ACAP 来说哈，这个过程呢被大大的简化了，我们主要用这个 AI 引擎就行了。那么这样做的好处其实有2个方面哈，第一个就是更高的算力，第二个呢就是更低的功耗。那么在算力方面，基于 AI 引擎的实验方式的效率其实是更高的，这意味着单位面积的芯片对应的计算能力更强了，这对于计算密集型的这些加速应用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那么在这个能耗方面基于 AI 引擎实现的这种方式啊，对于可编程逻辑资源的依赖度更低，这样就可以用更少的单元来实现同样的功能，这样可以实现大约50%的功耗降低。那么 AI 引擎的基本组成单位是 tile， 它其实是由大量的这些 tile 组成的一个阵列，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传统 FPGA 加上了 AI buff 的这个升级版。每个 tile 里都有非常丰富的硬件资源，都有一个标量运算单元和一个矢量运算单元，它们能实现指令级的并行和数据级的并行，这就为算力提供了保障。那么 tile 之间的这个互联啊，既可以通过上下左右4个方向直接连接，也可以通过可编程的 Axis 总线来实现。那么这个 AXI 就是 Axis 总线呢，可以看成是 ACAP 芯片上的这个高速公路，小模块之间的互联只是一个方面啊，更重要的还是它能够把 AI 引擎的其他的大的模块联系在一起，包括片上的可编程逻辑资源啊，以及高速的片上网络啊等等。这样一来呢，整个芯片上的数据流动就活了，我们可以把不同的任务合理的分配给不同的这个单元，从而实现整体加速效果的最优化。和传统的 FPGA 相比啊 ，ACAP 在架构上的最大的变革就是采用了片上网络 Network on Chip， 也就是 NOC 的技术。如果前面说的这个 Axis 总线是高速公路，那么片上网络就是高铁。芯片的这个四四方方的结构啊，其实和地图很像。芯片上有很多功能模块，它们就像地图上的一个个城市。高速公路可以把这些城市连接起来，但是速度和运力毕竟还是有限的。但是如果有高速的铁路，就能把大量的货物以很快的速度从一个城市运到另外一个城市。片上网络就是这样，它之所以叫做网络，就是因为我们把日常互联网的那套概念其实用在了芯片设计上。那么在芯片上搭建了一个用于传输数据的高速的网络，它把数据封装成一个个数据包的形式，然后在这个网络上进行路由交换通信。那么就像我们去寄快递一样自己开车是太慢了，不如把它这个打包装箱，然后直接给快递公司用高铁嗖的一下就能寄到了。那么不仅如此片上网络还是个3维的结构，也就是铁轨不仅修在城市里面，
而且还可以用高架桥架在天上。那么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啊？咱们国内很多或者大部分的高铁其实都是这么盖的，这样不影响城市的正常交通，还能充分的利用土地面积。当然了，我们这里的土地啊就是芯片，所以啊，片上网络能够把数据的传输和数据的计算分离开，并且带来3个主要的好处，也就是能在有限的芯片面积上能集成更多的逻辑单元，同时呢能保证数据传输的性能和吞吐量，也能缓解芯片布局布线拥堵的压力。那么有了芯片，其实还远远不够啊！万里长征其实才走了1/3。那么接下来的1/3，其实就是这个高性能的硬件平台，比如说使用了这个 Versal A-Cap 芯片的赛灵思旗舰级的 VCK5000 AI 加速卡，它就是用来设计把 A-Cap 的性能发挥到极致的硬件系统。那么它搭载了 Versal AI Core 系列的 VC1902 芯片啊，配备了大量的运算单元来满足数据中心应用对算力的需求，比如说400个 AI 引擎的 Tile 和1968个 DSP 引擎。那么除了数据中心和机器学习的应用之外呢 ，VCK5000的目标应用还有这个5G 啊、雷达等等，是一位全能型的选手。它在实际应用中的表现究竟如何呢？Google Net 和 ResNet 是图像识别领域里2个比较常用的神经网络模型，而 VCK5000 AI 加速卡处理这2个模型的速度啊，分别达到了赛灵思前一代旗舰产品 UltraScale Plus 产品的5倍和7倍，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把前浪拍死在沙滩上了。那么在5G 通信应用中啊，得益于之前介绍的这个 AI 引擎、片上网络等等架构上的创新 ，VC1902 这个芯片仍然有着不俗的表现，它的功耗比啊达到了友商基于10纳米工艺的竞品的2.4倍。好，说完了芯片的硬件，我们必须要再说一下开发芯片的软件。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这个芯片万里长征的最后1/3。像 Versal A-Cap 这样的一个相对复杂的新异构计算平台啊，如何充分的利用它的性能，并且将工作负载合理的去进行划分，其实才是最关键的一步。这就好比一个很有领导力的人，如果被安排到了这个技术岗，那么就很有可能没办法很好的发挥自己的管理能力。反过来也是一样啊，其实并不是所有优秀的工程师都是优秀的领导者，所以需要把资源合理的去安排在合适的地方。那么这个决策的过程啊，其实需要对目标应用和计算平台这2边都需要充分的了解，那么交给软件来完成，显然是最好的选择。那么对于这一点啊，其实赛灵思给出2个方案。如果你有过使用 IP 的经历，或者是你是硬件开发者，那么基于 Vivado 的那套传统的开发流程其实还是适用的，你可以像使用 FPGA 那样去使用 A-Cap。但是如果你是没有任何硬件开发背景的软件开发者啊，也不用担心，你同样可以使用 Versal A-Cap 来加速你的应用。方法呢就是使用 Vitis 软件平台。那么 Vitis 呢能完成的工作可以分为软件侧和硬件侧这2个部分。那么在软件方面呢，用户提供的应用被编译成可执行的文件。那么在硬件方面呢，根据 Vitis Library 提供了大量的高度优化的加速器实现方案。那么应用中可以被加速的部分将会被捕捉到，并且通过 Versal A-Cap 中的可编程逻辑，还有这个 AI 引擎等等这些 IP 来实现，最后统一生成板卡的启动文件。那么对于开发者来说哈，只需要把可执行的程序和启动文件去拷贝到板卡的 SD 卡中，可执行程序就能通过 API 调用硬件来实现对应用的加速。所以从软件开发者的角度来说哈，整个开发环境依然是非常友好的，因为打交道的对象啊，我依然是这个 C 啊、C++ 呀、Python 这样的高层次的语言。同时呢，对于一些热门的应用啊，赛灵思还进一步的去完善了开发的工具，比如说为这个 AI 推理打造的全站式的工具 Vitis AI。那么通过 Vitis AI， 像这个 PyTorch 啊、TensorFlow 等等这些主流的深度学习框架中的这些模型，可以被高效的部署在赛灵思的平台上，从而实现很好的加速效果。当然了，这个 Vitis 面向的硬件平台其实并不只有那个 Versal A-Cap， 之前视频里上手过的这个 Kria 平台就特别适合于嵌入式应用的快速开发。那么对于芯片公司来说哈，软件反而是最重要的，只有构建好了良好的这个软件生态，才能真正的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尤其是现在对于 AI 加速这样市场大门槛低的应用来说，只提供硬件其实是远远不够的。那么一个全能的软件堆栈能让用户快速的上手，从而集中精力开发自己的应用，那么硬件的竞争力自然也就有了保障。那么其实在过去几年里哈，英伟达取得的成功便是这一点有力的证明。而 Vitis 告诉我们，赛灵思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着，并且去帮助越来越多的软件和 AI 开发者。好了，简单总结一下，这期视频我们从这个硬件架构、开发流程和应用实例这几个角度，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了这个赛灵思的 Versal A-Cap， 也就是
第一代的自适应计算加速平台。那么在硬件方面，AI 引擎、固化的片上网络等等这一系列的架构创新，使得 Versal ACAP 其实比 FPGA 更擅长去加速像 AI 推理无线5G等等这些计算密集型的应用。那么在开发流程上Vitis 软件平台其实大大降低了芯片开发的难度，使得软件开发者也能够轻松的使用 ACAP 来加速自己的应用。那么 Versal ACAP 的目标市场其实非常的广泛为不同的应用类型和场景准备了不同的产品线。那么 Versal 能否帮助 AMD 在数据中心市场牢牢占据一席之地呢？现在回答这个问题或许还太早了，但是在竞争逐渐白热化的这个数据中心ACAP 的表现我们也会拭目以待。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有用请点赞，喜欢请关注，我是老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